好，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战争嘛，大家都希望和平。毕竟现在地球上的2场战争，这战事越演越烈。来，我们先来看中东这一边哈。中东这一边呢，现在看出来是真主党呢也在反击了，他们呢轰炸了黎巴嫩的边境，瞄准的是以色列方面，所以以色列北部这边就响起了空袭警报了。那同时呢，黎巴嫩自己也遭到了以色列这边的轰炸，所以有大概1/4领土的居民必须要撤离。那还有。就是除了在中东的这一边之外，在下面海湾这里的胡塞组织，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勇猛到底他武器哪里来？这大家很好奇了，因为他竟然可以用16马赫的导弹来攻击以色列。要知道5马赫以上就是超高音速了。好，那如果16马赫呢，叫做巴勒斯坦2型的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德胡菲卡尔的地对地弹道导弹。说呢，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呢，即便是铁穹这个以色列很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都很难把它给拦下来。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是必须要靠剑3还有爱国者来补空防，但是这两者不告鬼啦。所以呢，现在到底后续要怎么样来打这场战争？中东的战事大家就要好好的来看，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了地面战。真主党的讲法就是说呢，他们已经阻止了以色列这边2次的渗透，包括说呢是用炮火、火箭弹把他们给击退，那避免他们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之外，土耳其这边呢也开始有动作了，因为在黎巴嫩这边好多国家都来撤侨，土耳其现在也传出他们撤了首批2000人。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中方讲话了。中方呢，他们联合国的安理会这边的代表呢，直接的讲4个不能，叫做不能接受死亡，不能够允许这个整个冲突的扩大，同时呢，不能漠视安理会被边缘化，不能对真正的外交失去信心。但现在外交真的还有办法起到作用吗？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目前就是3红了眼，连 Wall Street Journal 都在讲。美国，你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的讲法是，以色列根本就不愿意跟白宫这边来分享他们如何报复伊朗的计划，所以让美国白宫呢深感挫折，甚至呢讲这个白宫有叫他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目前看起来他们没有得到回应。那伊朗这边很直接了，他就说波湾这里的国家，大家兄弟们同其一心啊，千万不要提供空域给其他的协助给以色列。要是你给他任何的援助，甚至呢，你让其他的地区的国家让你过你的领空的话，我跟你讲，那我就等于你是同路人。那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会对你来采取报复。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讲，如果报复的话，他们会打击以色列这边数十个经济、军事还有安全中心，甚至呢还说以色列害怕战争，不会想要跟他们开战，而美国会比以色列更害怕啊！确实啦，现在看起来呢，美国因为正在选举，他们很害怕任何的变动，就连伊朗前几天地震了一下，大家都在问是合适吗？好 ，CIA 的局长说目前没有证据，但是问题是，当这个印度的经济时报他们报道说呢，以色列周边国家都感受到有震感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在问伊朗会不会动起来了。毕竟现在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他们2个星期就有办法将浓缩铀提升到武器级，而且呢，他们的国会议员也已经越来越多人联合呼吁说，为了自卫，我们干脆啦，把我们这些浓缩铀考虑发展成核武器，做不做得到？现在到底做到哪里？这一些呢，大家都是打一个问号，谜样。但是问题是，这个谜基本上呢，没有人希望太小看它，因为就怕一个误判。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以色列还有黎巴嫩这边开始，两边互相来往，您觉得这个战事会如何发展？我就继续打，我这个没有那么好打啦，因为第一个就是黎巴嫩南部那个地形比乌克兰平原要复杂啦，因为它贝卡山谷过来很多是丘陵跟山区嘛，高高低低，没有那么好打啦，所以事实上2006以色列就栽在这里啊，那次他毁损了121辆坦克，反正我说错了，121个人死亡那毁损了20辆坦克，然后他就撤出那不过那时候他打进去大概只有5000人，那这次他大概要进去12000精锐部队
这个可是黎巴嫩那边也一样啦，人家现在也壮大到5万人左右，所以大概也会动员2万人过来打啊。而且他的武器是正规军的配备啦，他光是这个炮弹、导弹加一加，可能有人估计15万，有人估计18万，所以它的量也比哈马斯要大得多。所以真的啦，以色列除了用 F-35，因为看不到你嘛，你那个隐形的。除了用这样来修理他黎巴嫩之外，你如果真的用地面战争，你也没有比人家强多少啦。那所以我认为就会纠缠，那纠缠就不知道会打多久。不过我认为美国已经开绿灯了，让他打黎巴嫩。可是我跟你讲，最近有一个变化最近贺锦丽的声势不太好，因为英国赌盘已经翻转了。英国的赌盘现在赌川普会赢我们台湾的赌盘还赌贺锦丽会赢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多看一点英文的资料英国赌盘，然后美国的民调也开始出现川普领先的民调，但这差距都不是太大。对，所以我才跟你讲说，这个中东战争真的不能闹太大，或者闹太久这个，所以。那个拜登第一个就去阻止以色列嘛，说你不要炸伊朗的石油设施啦，因为他现在就是怕通膨再起对，就是你也不知道伊朗会做什么动作伊朗虽然他打不过你可是我把荷姆斯海峡给堵了，你怎么办？拦截是可以啦。那个就拦截了1/3以上的波湾的石油，那油价立刻破百，所以我说。这美国在这10月就是你那个细微差异都会影响到你整个选举了而且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因为少数族裔本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对，比如说阿拉伯裔，美国的穆斯林有340万人，那阿拉伯裔都住在密西根，他占密西根的选民将近5%，好高对，那你怎么办？搞不好翻盘呢。密西根是民主党当州长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川普在宾州民调已经赢过去了。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很纠缠就是美国呢是希望以色列速战速决啦，可是以色列好像没这个本事，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你的铁穹好像没那么厉害了。那以色列只好再把那个甩石系统弄进来，又把那个箭那个 Arrow System 也弄进来，它现在变成3个防护体系可是也常常被破，所以我觉得那个伊朗那个还是有一点除魅的功能就伊朗那次导弹大概射182枚嘛，那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它有落地的超过40枚以上嘛。超过40枚以上，所以这个一定是给了真主党一些人信心就说以色列并不是牢不可破、百毒不侵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这个战争就变得比较复杂难测了。就以色列你到底见好就收是要打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如果是真坚持，至少要打到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很久那要打很久对啊，而且他要重兵就守在那边，可是黎巴嫩不可能停止的啦，所以一时被你打到30公里，我也不断的反攻那他这边卡住，会不会伊朗那边先下手？美国就是要阻止这件事嘛。拜登要求以色列提供他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拒绝提供。所以我跟你讲，以色列的底气比台湾大多了。他连美国都不甩你怎么比呢？我真的，我是稍微讲解一下，我们这边因为以色列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打得过他嘛。以色列来，这个比喻呢一讲完之后，很多人好。但请教一下盛峰老师，确实啦，现在呢基本上美国它是
各种担心，所以才会说地震一下呢，大家开始讨论说这个是不是核子试爆？因为伊朗他也俩北掉啊，请教申峰老师怎么看？第一个呢，千万不要台湾自己不要去比以色列，差太多了。只有美国会希望台湾那个香肠跟鸡腿大小差很多，不要随便比。台湾是看美国的脸色，美国是看以色列的脸色，这个命运差太多了啊！这个千万不能比。这个我打阿亮再开个玩笑，我们这个拜托，可是民进党有很多人呢，真的会把玩笑当作真的，那就很惨了啊！首先呢，确实啊是上次啊伊朗的将近200颗的导弹的攻击，让铁穹是破了功了。所谓的破了功的原因，是因为他先把那个超音速导弹打前面，他一打到前面，可是铁穹一发了又打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耗损了相当多的铁穹的防卫。那第二波的普通的这个导弹再进来，就造成了他蛮大的伤害。所以到现在为止，以色列不敢言明，不敢提出，想尽办法封锁，到底那一波的攻击里有多大的伤害。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头雾水啊。那第二个呢？现在整个的黎巴嫩这真主党跟以色列的战争，到底这个战况谁输谁赢？平常心讲，我们能得到的消息也是很有限，所有的消息都是希望媒体的消息，而属于阿拉伯，它本身没有办法提供世界核实的信息，所以我们呢基本上也都是在片面的资料里面去猜，但是我们从几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以色列的进度绝对没有像他所讲的那么的顺利。假如有的话，美国不会那么焦急。假如今天以色列的进度是很顺的，那美国就不焦虑，美国的焦虑就可能这个进度不是那么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中东的局势只能用这样子来研判。第三个呢，却告诉我们一个值得观察的事实，那就是以色列也好，真主党也好，这一些来反击的飞弹从哪里来？基本上你不相信真主党会做嘛？基本上你也认为伊朗所做有限嘛，所以这个的武器的系统，要么俄制的系统，要么叫做中国制的系统。那从这个一面来看一个事情，就是说美国的武器主宰的这个世界的历史，大家本来以为苏联，这个苏联解体了之后，大概美国就主宰了。显然这个情况呢是正在改变中。那最后一个呢，再值得各位提醒的一件事。就是在俄乌战争也罢，在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争也罢，让中美在国际的角色正在升降互补当中。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现在借这个机会，不断的把自己塑造成为是一个要求国际稳定，然后要求区域和平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不断的凸显出美国是整个的国际不安定、那区域不和平的一个怎么样子呢？一个煽动者。所以在联合国里面，现在出现的情况是，现在使用火贼权最多就是美国，而美国的火贼权都是为了维护以色列，而中国大陆却在这里不断的呼吁的它的这个和平。所以这两个的地位一补一尖，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武器系统之间的一个改变，事实上中美之间、东西之间，不只是经济实力的改变，国际影响力的也正在急速的改变中。是，请教苑老师。我觉得胡塞武装号称是拖鞋部队啊，穿着拖鞋打飞弹的那现在居然有超音速的这个导弹，而且16马赫5马赫以上的话就可以乘坐，哪来的？这个全世界连美国都没有的飞弹，胡塞这种穿着拖鞋就能够发展出这种飞弹，一定有人帮助。目前为止的话呢，伊朗号称有。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都不太敢碰这个事情。那胡塞本身的部队的话呢，但是这个以色列目前为止的话呢，纳坦雅胡原来得意洋洋，号称七面开敌啊，结果七面开敌的结果呢，我们在《孙子兵法》里面有讲得非常清楚啊，穷寇莫追啊。那个哈马斯现在也往以色列丢火箭、丢飞弹了，我不晓得是啥玩意儿啊，但是基本上的话，你把人杀光了，人家都不活了，对不对？他们的这个妇女啊，曾经喊啊，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生孩子，长大以后。小的时候是巴勒斯坦的，长大就变成哈马斯了。那就这种情况，那以色列本身这个国家不大啊，以色列2万多平方公里，人有900万，
那你再怎么样也撑不下来，1年多了，那继续，那本身呢停止不了嘛，对不对？而且的话呢，那在中东的话呢，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伊朗嘛。伊朗的话呢，大家觉得伊朗最大的变数，到目前为止，我说句良心话，伊朗蛮克制的。为什么呢？伊朗没有办法想要把自己打成那种哈马斯那个样子，就不活了。所以说那个这个佩泽西昂扬啊，就是伊朗现在的总统，他现在讲的话他也受不了。他原来是一个亲西派啊。他原来还是就是说他原来基本上对于西方印象还不错啊。那现在的话呢，伊朗当中让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上礼拜5号发生的那个地震。那个地震本身来讲是不是什么原因的话不讲啊，大家做什么判断？但是以色列绝对不允许中东除了他自己以外有第2个国家拥有核子弹。啊，这个一定绝对不许。所以说，以色列为什么会把他要对伊朗进攻的计划不告诉美国呢？因为他不要美国支援了，他不要美国帮助了吗？因为他想要找出，先判断一下为什么这个事情，纳坦雅胡说了很久，要对于伊朗进行报复，然后拖了没有？这个可以研判出来，他就要判断你的自己的核设施做到什么程度。至于说是那个港口啊、油价呀、什么美国害怕通膨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存在，但是问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是明显。卫星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伊朗的核设施是在山底下的，那么到底多深，要怎么样炸，要怎么样确定？那当中的话呢，所剩下的情况，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麻烦非常大。那现在讲到说是以色列在进攻黎巴嫩的时候呢，提供给大家一些数据啊。首先你要了解啊，这个真主党本身呢，很早就开始，最早先，因为黎巴嫩的本身是非常复杂，从这个1978年我去欧洲读书之前的时候，以色列就进攻过黎巴嫩南部，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回教徒的什叶派教徒跟他们基督徒民兵已经内战，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出兵啊，有意无意的在帮助这个基督教民兵的结果，造成了当初产生了这个真主党的情形。真主党在黎巴嫩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他的部队是正式的部队，他又不受管，所以他据说号称有15万颗飞弹，刚刚亮哥讲说可能有18颗，这15万颗丢出来那还得了？你什么铁穹、金穹的都不管用啊！这里边的话呢，基本上以色列本身的要求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安身立命啊。那现在的话呢，搞成这个样子，已经过了1年了。那北以色列的人，以色列自己内部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他要怎么撑下去呢？我很怀疑。其实呢，现在对于百姓来说，大家就是希望安身立命，大家希望安居乐业。好啦，那可是问题是在中欧之间，就电动车的这些问题啊。很多人都在讲，我没有想要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我画在这里头呢？来，首先呢，欧洲这边呢是已经对于中方的电动车来加税了。那大陆的官媒就直接讲了，中欧会继续就电动车的反补贴案来进行磋商。知情人士讲说，中国、美国、欧盟会对这一些问题密集的沟通。欧盟现在呢是有跟 WTO 这边来申诉，因为呢电动车的问题，结果后来变成了白兰地出现问题了。因为中方呢就认为啊，你要这样讲没关系啊，一样来，白兰地对我们也是有反倾销问题，我要对它进行反倾销措施，而且中方强调一切合规，所以不是欧盟讲的没有依据，他说他们调查完了，这个叫做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那就让匈牙利总理就有点跳脚了，就说呢，这不是本来就说好了吗？这个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也有很多东西希望跟中方来做生意呀，所以呢，他就一再的在欧洲议会这边演讲，而且警告说，支持对于中国电动车加税这么一件事情，会引发进一步的工作岗位流失。意思就是那一些要来投资的人可能就不来了。彼此之间，就是他跟欧盟那个范德莱恩之间彼此表现了强烈的厌恶。互相都看不顺眼啦。冯德莱恩就讲啊，你看你这个欧盟就是过于亲中、过于亲俄，危及了我们欧洲的安全。好，可是对于整个欧洲，当然啦，英国现在已经脱离了欧盟，可是英国现在要走自己的路，怎么走呢？毕竟在他们国内也是有一股反中情绪，但怎么反？不反钞票吧？英国的外相现在说，下个星期要来访华。工党的政府呢，现在也要寻求减少跟中国的对抗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要修补一下过往两边很紧张的
问题，财政大臣也要考虑近期之内来到中国交流的问题，就是那些贸易呀、投资谈判，我们是不是恢复一下嘛？不要因为这些小问题、小石头阻碍了我们两方的交往。给您一个背景资料，因为呢，中国其实是英国的第6大贸易国，占英国的贸易总额也有5%。那英国现在的状况是真的不好。除此之外，美国现在大家也在看，因为呢，它现在对于中方电动车也是直接的出手，但是它内部其实也会面临蛮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呢，刚刚我们来宾也有提到他们的通膨问题。来，现在星期4要迎来的是 CPI 新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就会跟通膨是有一些连带相关的。当然，所连带的就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美债的波动率呢说冲上了今年的最高，应该会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稳定的。今年呢上上下下，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上面的信心也是跟着上上下下。而目前呢，很多人都讲了，市场的信心来自于稳定。那现在看到就是很多地方的不稳定。前一阵子是港口这边罢工，现在是波音这里的劳资谈判也破裂了，罢工迈入了第4个星期，已经空烧了322亿元。那据说啦，现在破裂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呢，现在他们是已经这工会这边，那公司这里已经撤回了对美国大概有这些工人的加薪提案，那就没有办法继续谈了嘛。那公司没有办法营运，所以呢，他们就被标普降到了垃圾级的风险，就等于说这家公司也快要不行了。波音啊，美国的波音啊，竟然面临了信用评级是垃圾级的风险，先前买过他股票的人，或者是买过他一些公司债的人，你会相信这件事情吗？好啦，现在呢，美国也对波音的737客机的方向舵发出了安全警示，它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有问题，但是现在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是说它的那个方向舵可能在危急时刻没办法转弯，这对于开飞机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公开提出安全警示之外，大家对比的是中方录制的 C919， 原因是因为 CNN 的记者他们自己去搭 C919， 结果他跟你说什么？他跟你说：“哎呀，我没想过这么舒服。”你知道外国人可能人高马大，腿比较长。他说呢，怎么就连在经济舱的那个舒适度都超过美国的头等舱的宽敞程度？所以他开始在说了，这个以往来说，他们没办法想象，现在中方是不是真的在各个方面纷纷的击破对于美方的依赖？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我们从经济方面来看，先从中欧的电动车反补贴磋商开始。我这个案子就凸显出欧盟是一个利益分歧到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多边组织的国家啊，不，多边组织的一个团体啦。我的意思是说他早晚要解散了。对，这个马克龙就已经讲了嘛，先老死。而且很多人坦白说是政治表态啦。如果说你有汽车厂，你有汽车劳工，你要保护，这个还可以谈。那请问波罗的海国家你是在干什么？波罗的海国家就是赞成加关税啊。对，波罗的海国家又没有汽车厂，摆明的他就是听美国的话嘛。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外力来影响某些国家对这种议题，不是根据你的经济的处境在表决，那我跟你讲，这个组织已经混不下去了啦。因为利益的不同就已经够复杂了，对不对？比如说西班牙为什么弃权？因为西班牙中国承诺要去投资汽车厂嘛，那就让了啊，那就弃权，那中国就没有拿他的猪肉开刀嘛。那这个表决大家都知道，就是法国、意大利主导的嘛，实际上主要就是法国啦。那法国就是有一种阴谋论啊，很多人都在讲啊，说他就是要搞死德国的汽车工业啊，然后让他可以在欧洲当老大啦。那这个坦白讲，这个是一种政治的谋略嘛，所以德国是投反对票啊，是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就拿你的白兰地下手啦，他就说你要缴保证金那这个保证金就跟着你科的汽车关税的幅度，所以将近40%所以中国的进口商当然就想说，哇，那我不要进法国的白兰地啊，因为中国又不是没有别的酒，而且我加了40%，我卖得掉吗？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纠缠就凡事
如果那边折腾，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多久了？对啊，处理好几个月了啊。那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中国电动车，那大家也愿意用多元的方案来处理，要么就我来投资，要么就我做价格承诺，都处理不出来。那要怎样呢？那有些国家有明显的利益，比如说德国，实际上中国大陆卖到欧洲的电动车有50%是挂欧洲车的牌子，是。那结果你欧洲人自己吵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欧盟这个组织前途堪忧啦，尤其是你现在的主席又是美国卧底的，对不对？好，来，我们要等等广告回来再继续来讲。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全球经济版面上面看起来，很多人都不好，西方也不是那么妙。到底怎么样来看？我们等等继续来说。好，上一 part 呢讲到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关税问题，现在让欧盟很多人觉得不是那么看好。英国现在说他自己要去反华，来请教一下苑老师。我自己是留欧的，我对于欧盟的表现感觉到非常失望。最近发生的2件事情，一个就是5号发生的有关于要不要对大陆的新能源车增加关税啊，基本上的话呢，投票的结果非常纷乱啊，就是10票赞同，5票反对，12票弃权。这是什么投票结果啊？小孩子的班上都不会投出这种结果来，一点领导能力都没有啊！那个冯德莱恩真的很有问题啊。但是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2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这个我40年前到欧洲去读书的时候啊，那欧洲就是提倡这个保护环境的概念了，环保的概念是欧洲人最先提出来的。美国人都搞不清楚在弄什么东西，那就觉得叫先进、叫进步啊，就是比较强调有品质的生活。那大陆就跟着学啊。大陆刚20年前的时候，大陆这个污染很严重啊！大家最近看看这个11国庆的时候，那个华春莹贴出来照片啊，原来的话是偶尔几天蓝天的，对不对？现在的话呢，北京一片整个空气都改善很多，这个就是有赖于大家接受你的观念。现在接受观念，发展了新能源车以后，你居然不要，还加关税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其实讲起来很丢脸，因为我在欧洲读书的，欧洲的产品什么时候怕过别人的产品？对不对？它的出口本身来讲，各方面农业产品、工业产品都很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导致说现在投票的结果，这个是加税啊。现在大陆当然找法国的干邑啊，那个叫 Cognac，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兰地啊，提高你的保证金了，大概就是40%了啊，也没有说直接关税，但是提高保证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给你一个转圜的空间，所以说现在欧盟又在跟大陆很丢脸，马上又展开第2步，跟王文涛又在谈判。那第2件事情的话呢，那个冯德莱恩跟那个奥尔班的话直接杠上了啊。没有这种事情啊，因为你这个主席，大家彼此间，欧盟本身内部的设计就有问题，你知道？冯德莱恩的话是这个执委会的主席，然后呢，他就直接说这个匈牙利的话来让俄罗斯人呢进去可以办签证。那个奥尔班也不示弱，他是轮值主席，他说我今天来当轮值主席是要谈谈我们未来欧盟要怎么发展。你既然讲这问题，我就说你们完全是虚伪 hypocrite， 他直接讲伪善者，就这样子。跟小孩吵架一样，就是很难听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英国本身来讲的话呢，是超级大错误的国家。英国本身是世界1流国家，现在降到3流了，目前还在往下落啊。那没办法，为了要拯救自己往下滑的趋势，所以说呢，重新的话呢，承认脱欧是错误的，要重新加入欧盟，也承认跟中国脱离关系。脱钩断链是错误的，要跟中国交流关系。本来英国本身跟中国是构成一个很完美的互补，一个懒，一个勤奋啊，另外一个有往日余晖，另外一个有未来的前途，所以他们是很好合作配合。我不知道英国在想什么东西。所以这边讲到说了，讲到未来发展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 C919它是一个非常争气的。目前为止，中国本身的性格它耐得住，你不给我4行证没有关系。我就让我自己再慢慢先在国内飞，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来。为什么呢？他要争取超过1万个钟头以上都是非常安全的时候，让大家建立起信心。那现在的话呢，有西方的记者逐步发现它的内部的状况非常好，我非常乐观其成的。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盛峰老师总结。节目最后请盛峰老师帮我们总结。是美国
跟欧盟是不能相同类比。美国有301，拿个大棒，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跟他不爽，他要去打谁？因为它是一个贸易粗糙极为严重的国家。可是欧盟呢不一样，欧盟在整个的世界这几十年的贸易里，它既是一个大的出超国，大的输出国，也是一个大的入口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但今天呢，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的走，请各位想一想2个画面。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谁会想得到一个代表工业技术结晶品的汽车会在2022年之后的中国变成了对欧美、对欧洲这些汽车大国的压力？想不到，所以谁会想得到？连他们半夜做梦都不会梦到这一幕啊！现在发生了。同样的道理，当波音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美国出手把所有除了欧洲的航空业几乎都打垮掉，只剩下波音。大家晚安，我是田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的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再一次的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来，今天的国庆文告，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到底赖清德总统会怎么样来说，再度的重申两岸互不隶属。但是这里面有一大段，这是以往比较少看到的，原因是因为撑到对岸的时候呢，以前蔡英文总统是怎么讲呢？他是说北京当局。对岸啊，或者是说呢，这个两方之间两岸，但是他现在言必称中国，好，包括了台湾有决心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为全球的安全和繁荣，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发挥影响力，那结束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来。政党人士的解读叫做总统的高度啊，他们说这个呢是用总统的高度向中国喊话，希望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里面呢又提到了俄罗斯。俄乌战争又提到了相关的国际间的中东以阿之间的冲突。好啦，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言必称中国，也有人说了，算不算他的斗鸡性格在起呢？毕竟当时国庆晚会的时候，在讲完一个祖国论。北京以及美国这边都非常关注之后，现在的这个国庆文告会让两岸之间能够稍稍和缓吗？在今天呢，所看到的是27架的共机，9艘的共舰3面啊，也就是包括这1、2、3面的来扰台，15架有逾越中线。那现在讲法是呢，他们是结合共舰一起来执行联合战备警巡。美国方面呢，他们就直接说了，说基本上啦，每一次中华民国国庆，蔡英总统就是会讲话啊。所以他说，希望北京不要利用例行演说来挑衅、破坏和平稳定，甚至呢是作为军事压力施加的一个窗口。好，可是问题是，他们界定这个叫做例行演说，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怎么样来看待这么一件事情呢？比较偏向于抗中保台。在最近呢，有一个最新的民调，说有近70%的台湾人愿意为这个台湾来保卫家乡。那这个有人就在讲说，这真的假的啦？哈，民调有没有把要当兵的人先抓出来再做，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啊？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说我愿意跟赖总统的儿孙共进退。大家开始在讲，甚至还有人说，哎，不对啊，之前去西门町做年轻人的街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不想死、不想打仗啊，还说对岸如果来了，他要逃出国啊，怎么跟我们民间听到的想法不太一样？其实现在在两岸之间，很多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在讲这件事情，也掺杂了一些美国的因素。苏紫云，我们的这一位战略所的所长国安院战略所的所长，他就告诉我们了，美军45分钟是可以驰援台湾的。但帅将军听到之后，他就想问，不是嘛？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在做这么多年的反戒指还有反拒止这件事情，区域拒止，你有办法来了能回得去吗？你认为美国他现在真的会开进来吗？毕竟人家可是有航空母舰的反舰飞弹。那对于美国来说，他对于这一切
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才会看到他战略上面的一些改变嘛。只是说，当祖国论出来之后，也有人问到了康达，就是美国的亚太驻青，他特别提到了不支持台湾独立，根本利益是台海稳定。然后如果要问细节的话，哇，那不好意思，请你去问台北了。意也在提醒啦，其实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不知道的意外发生。好，现在呢就讲，如果说真的是兵推起来的话，那智库，就是美国智库，他们的兵推认为数十个美军的海外基地有可能会因为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海问题而受到了袭击。现在对于对岸来说，他们的兵力不是只有海上船舰、舰艇这样子的一个艘数是世界之冠，那对于他们的空中战力来说，现在也开放给大家看1035高画质画面曝光，就发现了下面这一边呢。有一个龙脖透镜，也就表示说呢，它正在使这地面的雷达或是空中的战机能够识别它，有隐身的能力。只是它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这么样的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它的战力直逼F-35的话，那美军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部分呢？想要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在今天的国庆文告当中，赖总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讲到了国际间的局势言必称中国，那不会有人理他啦。我跟你讲啊，事实上，10月1号中国国庆嘛，习近平有一个演讲，你知道吗？哦，有啊，习近平。事实上，10月1号的演讲刚好是赖清德执政100日之后，事实上已经对他定调了啦。那场演讲“和平统一”4个字已经不见了，对，他改用的标语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嘛。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不会以你为谈的对象了啦，我就是陆续推动我自己的各种计划了，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都有。事实上，简单讲就是他已经把赖清德当作拒绝往来户了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啦。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啦。所以讲这种统战语言都没用啊，因为你没有实力嘛。请问你如何阻止以色列去打黎巴嫩啊？讲这种空话，对不对？你去关心一下10月1号习近平把和平统一拿掉吧，就以后他不会以你为对象了嘛。这还不够清楚吗？现在反而要担心的是未来几天会不会有军演吧？那下面你刚刚提到那个民调，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做的啦。国防院这个好比你看研考会做民调来讲，行政院民调你相信吗？民进党的民调机关做民进党的民调，你相信吗？所以这个民调不用评论了。国防安全研究院这个时候做民调要干嘛？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要凸显大家都踊跃愿意为台湾作战嘛，就是这样嘛。我觉得苏紫云讲这话也很奇怪了，这个也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是，那你们要不要解释一下我们的海军司令唐华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为什么会这样讲？唐华是说中国大陆随时可以封锁台湾呢。是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克制自己啊。已经封锁，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的海军司令这样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表示我们对反封锁没有准备啊，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说我们不要挑衅对方，不要让对方找到理由，这个是不是在讲赖清德啊？他不好意思讲而已啦。我坦白讲啊，这个海军司令唐华是我这几年看过最有骨气的军人啊。他愿意讲真话，其他些都已经退役了。我们旁边常常做很多推荐。我再举，他是现役哦，他是现役。那你再去看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徐延甫，到台美国防工业会议，人家也是讲真话啊。是，他对美国说：“那205亿的军备你都不能够准时给我们，你可不可以请盟邦先调给我们？”对，蛮有种。我觉得他也是讲真话啊。那我要信你。苏紫云这种半公关型的研究员，还是要相信海军司令唐华跟我们的国防部长、副部长徐延甫啊。海军司令唐华说：“对，中国大陆随时可以封锁台湾，
是，那我们要克制，不要让他找到借口。顾立雄在立法院怎么回答，你知道吗？他说我们已经有各种方案来因应。你要相信谁啊？顾立雄，你告诉我方案好不好？不能讲那是国家机密。结果那个蓝领利中将，一切都在掌握当中。蓝领利是海军退伍的中将，他实在受不了了，写一篇文章啊。他说，事实上有关海军的反封锁的任务计划，大概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那之后就说要采购一些军备嘛，结果都被别的方案排挤。最近就是被不对称作战、城镇战这些计划排挤，到现在最重要的军备都还没买。那顾立雄要不要回答我们一下？你到底准备好了在哪里啊？所以我说治国不能这样治啦。你认为美国看不懂吗？美国当然知道，美国你这个借用赖清德的话，你屁股几根毛他都知道了。好，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了哈。其实呢，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啦，现在这个看法就是说呢，如果说他已经这个讲法已经讲到了中国的话，那明天刚刚亮哥特别提到的，会不会又有一个军演？这个是其实在先前国防部甚至有国安单位，也帮我们预示这件事情。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说吧，这个我们还是从大的角度慢慢的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今天呢，赖清德的这一篇讲法是大内宣，是讲给台湾听，对，而不是解决两岸的任何的问题。他今天的这个讲法对两岸的问题一点帮忙都没有，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基调，从520到没有变嘛，两国互不隶属。这个基本态度是没变，所以他讲的那一堆听起来可能有很多南京还听得还蛮窝心的话，就是一个大内宣，导致我都认为大陆呢立场非常坚定，导致南京要想清楚怎么来迎接这个大内宣的对南京的新统战。我觉得老 K 还没有想清楚啊，还没有，因为人家告诉你113年类似起义啊，那你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事情，咱台湾人讲一句话，讲没那尻川就卖吃那下药，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所以今天大谈国际政治，台湾要干什么？别了，你连自己的门都走不出去，你谈什么国际政治呢？这个就是我讲大内宣嘛，就这样。那因此在这样讲，我们来看看，那到底两岸之间会不会怎么？我认为应该中共会按照自己的剧本继续来演出。这个剧本是什么？既然你一再的从10月5号一直到今天，从520一直到今天，你依然坚持的所谓的互不隶属，中华民国互不隶这样的立场态度不变，而美国的立场态度也很清楚，我就是一中政策。为什么你要这样讲？那你们去问台北，这句话什么意思？加上我们两个人吵架说，李正浩怎么这样讲？我怎么知道？你去问李正浩算了。这表示什么？表示那个被问到的人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也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甚至说那个责任就是你台北要去负的嘛，你赖清德要去负的，我们美国不负了。这很可怕这美国等于告诉你这个责任丢出去了，而且美国一再的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而今天我很明白的在这里告诉你，我仍然要搞台独。那你说，美国说去问台湾？我不负责，然后台湾说我仍然要搞，那这不是告诉老共说来呀不来一下有没有？好像对不起你的结论哦。各位，我这个推论一点都不危言耸听，我这一个是站在某一个事实下的一个这样。至于会什么样的出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我看到的是2艘航空母舰现在停在海南岛，北方舰队这个北方的这个北部战区的北方舰队的航空母舰到了南方来汇合在这里，代表了什么意思？这一次假若有今年，会不会把航母这一个变数也放进到这一次的今年里面来？假若来的话，不是演给台湾看，是演给美国看。所以施子云等这种人，刚刚阿亮讲话还客气，要是我讲的。这叫做马屁精，这讲给谁听的？
40分钟美国可以来，美国说：“哎呀，谢谢你，我不晓得我的能力有这么好，谢谢你对我的抬举。”这个任何一个对军事、对全球的布局、对第一岛链、中美的军事的布局，稍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说出这一句话。第二句话再讲，好吧，就算40分钟才会来啊，人家要不要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就算40分钟可以到得了，到不了，来了有没有用？哇，这几个问题都摆在那里，所以不要用这个来骗我们，就好像去用那个民调来骗我们，就让我想到一件事啊。袁世凯要称帝以前，他的孩子天天给他印报纸，这个报纸里面就写着，所有的人都是鼓励啊，都是主张啊，袁世凯一定要称帝，中华才有前途。这个历史故事大家忘了吗？等到他一称帝后，发现大家都反对，有没有？你不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民调跟袁世凯的儿子每天替袁世凯在办报纸给袁世凯看是一样的意思吗？今天我们要活在被欺骗、被诈骗的环境中吗？诈骗集团洗我们的脑，骗我们的钱，这一些人正在洗我们的脑，准备谋我们的命啊！好，请教一下岳老师。今天早上啊，我是少有的准时开始听这个赖清德的讲话。我一听到他里面讲说，他那个题目叫做"团结台湾，共圆梦想"啊，我听完以后吓了一跳啊。他里面讲到要顾及我们台湾人的生活跟生计啊，我们现在连生命跟生存都有问题了。赖清德本身这一篇讲话煞费苦心啊，是一个大内宣不说，而且他基本上做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首先，第一个，他在国庆讲话里面居然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强调互不隶属。互不隶属，他这句话一讲出来的话，我跟你讲，完蛋了。我们哲学有一个叫做创造型的模糊啊，意思就是有很多事情啊，你把它说的模模糊糊，其实比较好。台湾长期来讲能够维持这个安定，就是靠创造性的模糊啊。我们有一中的宪法，他们也有一中宪法，那不大家刚好嘛，对不对？至于里面的实际内容，这个就叫9·2共识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哇，讲了一大堆废话。我本来想说屁话，但是不行了，我讲了一大堆废话，说什么要什么环境保护啦，又是什么医疗服务啊，最后扯到了那个叫什么社会韧性的那个组织啊。然后呢，他里面讲的情况就是说是啊，要发挥世界力量，要中国啊，发挥了什么世界和平促进的角色啊，讲那种话。我坦白讲，现在整个世界大国当中，唯一赞成世界和平的、促进世界和平的，就是中国。你这个怎么不敢讲呢？啊，罔顾事实嘛。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是听到他最后结论的时候啊，他讲到我们国号啊，他想偷渡概念啊。我们可以叫中华民国，也可以叫台湾，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个康达，你听仔细了。康达他之前的话呢，我跟你讲，我们的消息前面有一句没讲，美国是坚守他的一中政策，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底下才分别强调，就是说是要和平啊。赖清德都已经完全拒绝了和平协议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个康达讲的话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因为赖清德现在的话，他接受到的讯息就是美国本身的立场很模糊，由他自己来解释。他现在解释的话，就是叫大家一起完蛋。讲到大家一起完蛋的时候，我昨天才在我上课的时候做过调查，0%啊，没有人要上战场打仗啊。那如果你有几个女生的话，我想说，那女生的话呢，要靠你们打仗，征兵像以色列一样啊，大家都笑得嘻嘻嘎嘎的啊，每一个人说下堂课不上了，要出去玩去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做出来70%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啊？你要了解啊，我们这话呢，我们这边感觉上啊，大家宁可坐在 7-Eleven 那边吃便当，也不要去上战场啊，这不开什么玩笑？你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顾及大家的想象，拿大家的生命啊，拿大家的生存开玩笑。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啊，苏紫云这种人所代表的是一群那种马屁精，加上这种好像这种自己碰的结果的话呢，久而久之的话呢，哇，积非成是，还认为台湾真的很厉害，可以打刺猬战、巷战的不得了。